第二天，穿戴好衣服，背上背包，装上一些必需品，带着俱乐部提供的拍摄装置，夏燕带着独角虫浩浩荡荡地上了公交车。金黄市是关都地区最大的城市，说是贸易中心也不为过，所以占地面积还是很大的。繁木森林位于金黄市的另一边，公交车是目前夏燕所能获得的最快的交通工具了。虽然会有些耽搁时间，但至少比11路靠谱得多。在车上解决早餐，乘坐到公交车的末站。下车以后，视线范围内的颜色就大多被绿色、黄色、青色等颜色充斥，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淡淡的清香，其中夹杂着些许难以察觉的腐败气息。秋天的树林里到处都是落叶，但同样也有不少保持常青的树，甚至还是多树。踩着柔软的落叶走进树林，目前这里还处于金黄市的郊区，由金黄市的联盟以及道馆共同清理，一般不会有野生精灵。在春天的这个时候，是个非常不错的踏青的地方。夏燕街上的独角虫小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这里和他们之前训练的地方有所不同。保持警惕，注意随时可能出现的精灵，但凡是表现出了任何一点敌意，都不要犹豫，直接攻击。夏燕严肃道，在野外需要时刻带着一颗防备的心，不仅是防备野生精灵，还要防备一些训练家。有时候在野外谋求生存的某些训练家，往往会比野生精灵更加危险。因为精灵思想简单，而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训练家，表面不动声色，内心想着的勾当却谁也不清楚。独角虫努力地点着头，小眼睛滴溜溜地望着四周。来到野外，训练家的安危就落在了精灵的身上。很快，夏燕与独角虫就走出安全地带，迈入了繁木森林中。茂密的森林影影绰绰，斑驳的光点穿过树叶之间的缝隙落在地上，整个树林透露出一个信息：安静。而在这安静的背后，隐藏着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树干上安静趴着的绿毛虫啃食着树叶，灌木中隐藏的走路草摇晃着叶片，林间嬉戏的成群波波迅速抹过，吓得绿毛虫躲在叶片中不敢挪动分毫。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丝毫没有受到季节的影响。都是些没有攻击性的野生精灵，只要不主动挑衅它们除了对进来的夏燕以及独角虫感到有些好奇以外，不会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忽然的，夏燕感觉到肩上的独角虫身体突然的僵硬，直了起来，小眼睛紧紧盯着茂密树林的某处。来了吗？夏燕眯起眼睛，不动声色地继续行走着。一声嘹亮的鸣叫，只见一只体格壮硕的野生猎雀猛地窜出树叶的遮挡，锐利的目光扫过夏燕与独角虫，最后凶狠的视线落在了独角虫的身上。尖锐的鸟喙以及泛着冷芒的利爪，无不说明它是这片林间优秀的猎手。猎雀的目标是独角虫。独角虫弓着身子低低叫了声，吐丝。夏燕快速地命令道，这样的直线攻击在他眼中与上菜无异。听到命令，独角虫没有任何犹豫，弓起的身子猛地绷直，从他的嘴里吐出一道银白色的丝线，迅速抹过林间，划过不短的距离，直接命中猎雀的翅膀。翅膀重量的突然改变让猎雀心底一慌，速度以及飞行的方向都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再来一次。夏燕冷静地说了句。独角虫的嘴巴再次张开，又是一道丝线射向猎雀。2次吐丝的成功命中，就注定了猎雀已经失去了最后的反抗能力。结束它吧，毒针。夏燕的话音刚刚落下，同样感觉时机差不多了的独角虫头顶的尖角亮起紫色光晕，
数根泛着寒光的纤细毒针射出，准确地没入猎雀体内。原本独角虫的毒性并不强，但这几天经过能量方块的开发后，已经有了不小的进步。猎雀惨叫一声，毒针没入猎雀体内后，它直接一个踉跄，无法维持飞行，直挺挺地摔在了地上，身上被一圈圈的紫色所浸染，陷入了中毒的状态。解决一只。夏燕默默拿出俱乐部的摄像器，拍下了猎雀的惨状后，跨过它，继续朝着内部深入。他们这次的任务是清理伐木森林的整片区域，这猎雀只能算是开胃小菜吧。而且这只猎雀实力并不强，或许它面对野生的独角虫时就是碾压，但面对夏燕的独角虫就有些不够看了。做得好，一个不错的开始。每一只被清理的精灵都会有一份报酬。拿出一小块能量方块送到独角虫面前。这次的任务不轻，并且野外的危险也不能因为这么一只猎雀就放松警惕。独角虫需要时刻保证足够的体力和状态。独角虫接过能量方块应了一声，他也知道现在不比平时，没有因为看到能量方块就过度兴奋，仍时刻保持着警惕，甚至每次低头小小咬了一口后，都会迅速再次抬起头，注意着周围的动静。而且猎雀应该是群居的精灵，一片森林中出现一只，就代表着绝对还有别的猎雀存在。夏燕冷静地分析着，猎雀属于性格比较暴躁的精灵，并且群居的习性让他们也是野外训练家们不愿意招惹的存在，和一群大针蜂一样，属于野外蛮不讲理的一类精灵。不过既然伐木森林定期会清理，那么来这里的猎雀数量应该不会太多。踩着落叶与枯枝发出沙沙的声响，就如他所料的那样，没走出多少路，独角虫就再次感受到了威胁。几道灵巧的身影飞出茂密的树冠，扇动着翅膀，红着眼睛望着下方的夏燕以及独角虫。4只。夏燕的目光扫过，确定了只有4只，没再出现更多的猎雀后，心底稍稍松了口气。这群猎雀的数量并不多，而且没有大嘴猎雀在，那就相对要好处理一些。同时夏燕发现这4只猎雀中有一只相较于别的猎雀体型更壮硕一些，凶厉地扫过夏燕以及独角虫，确定没有别的敌人后，眼中闪过了鄙夷。他们猎雀什么时候会被一只独角虫给欺负了？之前那只落败的猎雀实在是太给他们丢脸了。轻轻扇动几下翅膀，缓缓地落在树干上，居然低头开始打理身上的羽毛以及锋利的脚掌，丝毫没有把独角虫放在眼里。鸣叫了一声，如同命令。另外3只猎雀盯着发红的眼睛，径直朝着夏燕和独角虫袭来。1对3，这是独角虫的第1次。网形吐丝。这是一次对独角虫以及他这个训练家的考验。夏燕集中了全部的注意力。独角虫也感受到了压力，不过只要夏燕还在指挥，他的主心骨就还在。嘴巴一开一合，一张由白色丝线编织成的蛛网瞬间形成。这是多次尝试训练习得的电网产物，虽然上面还没有覆盖电系能量，但改变了吐丝的形状后，它的命中率更高了，并且覆盖面积也更大，瞬间包裹住飞来的一只猎雀。粘稠的蛛网丝缠绕在它的身上，粘住了全身的羽毛，直接导致它的飞行能力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不得不落下地面，暂时束缚一只。毒针瞄准左边那只。看着剩下的2只猎雀依旧不管不顾地袭来，感受着靠近中越发猛烈呼啸的风，夏燕的头发肆意飞舞，但她没有任何要退让的意思。既然决定了接下这个任务，那就做好了以1对多的准备。接收到命令，独角虫的反应速度很快，昂着头，顶上的尖角亮起紫色的光晕，3枚毒针几乎同时射出，速度极快。
再加上猎雀自己冲上来，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就没入了猎雀的体内。吃痛的猎雀一个踉跄，从天上跌了下去，还剩一只。独角虫虽然使用2个招式限制了2只猎雀，但其中耗费的时间也让最后一只猎雀有了靠近的机会和时间。而且这只猎雀也很聪明，它注意到这只独角虫不好对付，那个人类的指挥让独角虫变得更加难以对付，所以它直接无视独角虫，将目标锁定在了孱弱的人类身上。锋利的鸟喙亮起白光，飞行系的基础招式啄，以精灵的力量，只要成功击中夏燕，必将会对其造成巨大的创伤。如果命中的位置比较致命，甚至都有可能直接让夏燕丧命。夏燕沉着脸，紧紧盯着飞速靠近的猎雀。独角虫有些焦急地喊道：“沉住气！”夏燕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声。猎雀这种直线飞行的攻击威力是最恐怖的，飞行途中带来的惯性以及重力加持，会让攻击的破坏力最为可观。但这样的进攻方式也存在着很大的弊端，攻击的轨迹完全可以预判。这一刻，和独角虫长时间一起训练的优势就呈现出来了。夏燕全身紧绷，依旧十分瘦弱的身体中潜藏着不弱的爆发力。在猎雀攻击即将降临的瞬间，预测出了他攻击目标就是自己头部的夏燕，身体猛地下蹲，在猎雀诧异中，径直抹过夏燕的头顶，直挺挺地朝着他身后的地面冲去。自从知道这个世界的精灵会对人类发起进攻后，夏燕就做好了应对这种情况的准备。和独角虫一起训练，不仅仅是为了增强和独角虫的默契与信任，同样也是为了能让自己在面对野生精灵的攻击时，不至于没有半点的反应能力。虽然这个世界的人类体质因为各种因素比前世的人类更强，但在精灵面前区别并不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同智爷一样，每天接受10万伏特的洗礼还生龙活虎，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如同火箭队3人组一样，遭受攻击还能免费坐一趟飞机。这是天赋的差距，夏燕无法做到他们那样，但至少要让自己有一些应对的能力。解决它！蹲下身避开了猎雀的致命一击后，夏燕冷冷地说了一句。独角虫小小的眼睛里满是怒意，他生气自己差点没能保护好夏燕，更生气猎雀居然丝毫不讲武德，直接对训练家下手。包含着怒气的一声低吼，从他的头顶射出3根毒针，似乎是因为生气，又似乎是因为他的刻意控制。这次射出的3根毒针，除了模样与之前一样外，其上还包裹了一层浓厚的紫色雾气。伴随着一声惨叫，3根毒针齐声没入猎雀的体内。他刚刚结束一次攻击，就力已去，心力未生，根本没有闪躲的机会。这次的毒针造成的伤害强得多。只见毒针没入的地方，3圈暗沉的紫色迅速扩散，毒素带来的腐蚀性直接将猎雀表面的羽毛腐蚀，并且毒素迅速地扩散着。听见动静，夏燕有些诧异地瞥了眼猎雀的惨状，以及肩上独角虫脸上还未完全褪去的怒容。愤怒之下，独角虫的毒系能力得到了不小的加强。看来独角虫还是有一些潜力没被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夏燕心中闪过了这个念头。这样一来，之后的训练目标和方向他大致是有了。不过现在显然不是将注意力放在这上面的时候。站在树梢上的猎雀首领看到自己的3个手下接连失利，已经在做准备了。先解决另外2只。夏燕的目光锁定猎雀首领，随时准备做出应对，同时让独角虫先处理掉先前就被限制的2只猎雀。独角虫点点头，他此刻的状态很奇怪，体内有股能量在不受控制地翻涌着，不过似乎他自己都没有反应过来，但被观察敏锐的夏燕给注意到了。
连续的2次毒针解决了地上行动受限的猎雀，进而目光也落在了猎雀首领的身上。因为猎雀是一般系和飞行系的精灵，虫系招式对其造成的伤害威力会减半，所以夏燕根本就没有让独角虫施展虫咬的意思。哪怕现在的虫咬是独角虫最强的招式，并且虫咬招式需要近距离施展，而靠近猎雀显然会让独角虫处于不利的位置。只听见一声更加嘹亮的鸣叫，猎雀首领在看到自己剩下的2个手下要被解决时就动了，翅膀轻轻扇动，身体直接就窜了出去，仿佛一道折叠的白光，在空中抹出了个之字形，并且速度显然比之前的猎雀都要快很多。电光一闪，看到这道之字形，夏燕心里就沉了下去。果然，能够成为几只猎雀的头领还是有点本事的。在这样的速度面前，独角虫事先的预判吐丝限制就似乎成了摆设。独角虫小眼睛紧跟着猎雀，但他脸上有些焦急，因为他知道自己无法命中这种速度下的猎雀。而如果被猎雀靠近，最先遭殃的肯定不是他，是夏燕，这是独角虫所不能接受的。不要慌，别忘了我教你的，既然无法确定能够100%的命中敌人，不如适当的放弃一些，舍弃可能会中但更可能不中的机会。夏燕沉稳的声音在独角虫的耳畔响起。不管他的速度有多快，在攻击降临的那一刹那绝对会露出破绽，你需要做的是积蓄力量，然后抓住那个一闪而逝的机会。